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的频道，一起来欣赏2025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在今天8月28号的上午9点钟，我们持续在台北的运动地标红馆要进行一连6场精彩比赛。那首先要登场的是高女组的双强对决，将是由内湖高中要出战东山高中。那两支球队呢，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内湖呢是取得了2连胜，而东山呢目前是1胜1败。不过已经连续4年举办的登峰造极啊，对于这几支传统的 HBL 的名校来讲啊，等于是新学年的前哨战，或者是新生的一个测试啊。所以但东山来说啊，已经是连续2年在高中排球联赛是拿下了冠军。那内湖啊，其实在这一次是准备的相当的充分啊，希望能够在新学年来冲击一下过去的强权东山高中。我相信两支球队已经是蓄势待发准备来迎接他们在登峰造极的第3场比赛。好，先来看一下双方的球员名单以及教练的名单。好，首先看到的是内湖高中的部分。好，接着我们看到的是东山高中。当然，两支球队呢，其实阵中都有非常多 U17 还有 U19 的国手啊。戴伟在比赛过程当中呢，再为大家一一的介绍。那当然，以中华的青年军呢，在过去这2年的表现是非常不错，在去年 U17 的世锦赛，包括今年 U19 的世锦赛都打出令人感动的成绩。内湖高中呢，在前2场比赛分别3比1跟3比0击败了华侨跟英歌，而东山的0比3败给了中山，3比0击败了英歌。好，那首先要进行的是双方的球员裁判介绍。执行教练丁柔安小姐，教练杨世正先生，管理陈金珍先生，防护员罗瑞德先生。接着东山高中3号许真轩，4号张大慧，6号陈平宇，9号陈廷一，10号张廷伟，17号陈曦，自由球员1号何成化，领队翁文修校长，也欢迎王阳明校长，王阳明会长，抱歉。执行教练林庸顺先生，教练康金图先生。好，看完双方的球员名单，还有今天的裁判之后呢，本场比赛马上就要展开。那当然，刚刚有提到东山跟内湖啊，都有非常多的青年国手，尤其是东山的部分了，包括先发的平宇啊、曾轩，那另外还有廷伟，都是 U19、U17 的国手。那当然，队长呢，陈化呢，在这2场比赛是担任自由球员比较特别。那在内湖高中的部分呢，包括了邱凡奇凡奇也是 U17 跟 U19 的国手另外14号的吴子华同样也是 U17、U19 的国手。本场比赛呢，内湖高中是身穿白色球衣，东山高中呢则是身穿深色的球衣。好，将由东山率先来发球。廷伟，好，背举之后做斜线的进攻被东山拦住，同样打2号位的斜线 touch out， 东山拿下第1分。
这一次用吊球的。好，第一波的强攻啊，没有拿到分数啊。第二波利用吊球将比分给追平。樊奇今年是3年级的学生呢。哦，过去这2年国际赛的历练啊，当然经验跟技术是更加的成熟。好的接发，同样是背举走直线。哦，当然评语，我相信透过这几年的一个成长啊，或者是观众对他是非常熟悉啊 ，power 非常磅数非常重的一位选手。转直线守住，哇！这球直接被拦回来，因为太天网了，所以让内湖高中啊有一个很好的防守机会。我们再看一遍，非常贴网的情况之下，哦，直接被压回去。好，韩尚玉的发球，今年2年级，来自明湖国中。快攻，还有内湖守住2波之后的，这一波的快攻打长，走直线，同样也是打长线哦。陈轩得分，双方3比3。快攻守住吗？结果这球没办法垫高，直接喷掉了。好，再来看。打吊球，好，内湖守住，修正一下，后排来一颗，还有，好，背后好的cover，这一次的斜线进了。今年才1年级的廷一。哦，身高有170公分，来自明湖。哇，这球完全被拦死。哦，整个打点的高度呢比较不够。好，现在东山反倒是5比4领先，还是发给樊奇啊。好，陈化守住之后，来看平宇的直线。好，重新来过。这一次快攻守住，再调给郑轩。哇，这个手腕的运用啊！再看一下郑轩的一个手腕，哇，撇得非常的精彩。郑轩、方敏啊，这一对姐妹档是中华队未来的主力啊！啊，可惜廷一的发球挂网。5比6，内湖的发球。好，平宇从后排飞进来。
平宇虽然身材啊身高不是特别的高大，但是他的弹跳爆发力啊，最后他的这挥臂的速度啊，都是1等1啊。身高166公分，目前7比5。甄轩的发球，哦，这个吊球拦回来。好，东山 chance ball， 平宇吊一个，哇，长攻短吊，我们看到哦，平宇的进攻手段啊，相当多元。啊，当然也是因为他有非常强大的攻击破坏力哦，所以他的吊球的成功率也能够相对提高。哦，斜线守住，再交给陈平转成直线。看陈平宇的攻击啊，真的非常的过瘾哦。所以我们看到东山在原本5比4领先的情况之下，扩大优势啊，也让这个内湖高中喊出了暂停。目前9比5，暂时4分领先的。这个分数追进，又是东山的机会，又交给平宇，再一次转成直线。哇，这一波连续的得分呢，完全都看陈平宇的表演呐、啊。哇，现在已经来到10比5啊！虽然第一波被守住，第二波在把手腕转成直线之后呢，还是顺利的取分。接发球不到位，结果东山也没把握。来看内湖，反起打长，哎，有了，总算。好，中断了东山啊6比0的得分攻势啊。内湖现在6比10。可惜发球长了，大辉的发球，啊，同样发生了发球失误。啊，双方还是维持4分的差距。好，平宇斜线，哎，发生了触网的失误，可惜。回到庭伟的发球，好，打快攻，守住，再一波，哇，这一次的快攻没有搭配上，又是东山的机会，来看一下陈平宇，还是要交给他。以武平宇现在的状况真的太好了。从去年他整个现在有几个球员是从企业联赛整个强度磨练上来之后，今年整个成熟度又跟去年更上一个阶级。 ，
哦，分数已经稍微被东山给拉开来了，形成13比7。好，场地整理完毕。哦，过往击坠的发球。哇，甄选救的精彩。斜线。平宇的直线进攻守住，还有。 好球！对，这一波防守进攻非常的成功哦。在举球员往前移动之后呢，最后是一个快速度的翻腕，做了一个背后的2号位置，让内中的拦网选手也是来不及反应。对，突然一个背举之后呢，形成单扣的一个状态，但进攻的成功率就相对的提高，14比7了。 内湖把分数要回来，8比14。反起的发球，后排来一颗，哇！前排有陈平宇，后排有许承轩。是这颗球其实稍微有一点来不及哦，不过还好平宇的这个最后的脚步啊是有跟上。 这一个接发球不理想，直接骂包吃掉。哇，又是没接好，再交给许正轩。哇！ 完全没有包住哦，是想要打一个touch out，感觉这个控制球是没有掌握得很好。好，所以目前来到第一局的中段呢，暂时由东山高中16比8， 8分领先了内湖高中。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东山跟内湖之战双方来到第一局的后半段，那暂时由东山16比8领先内湖。平宇的发球，这个斜线进攻好球，是，而且这个球扣下来的质量哦也非常的重，球包覆的非常扎实。 好，靖宇得分啊！靖宇也是去年U17的成员哦。快攻来一颗，一年级的陈曦啊，身高有180公分。
哇，这球转太多了。对，已经有连续2颗哦，是想要来尝试想要使用这个 touch out 的方式，不过在整个手腕的一个控制上面跟把握度上面，可能都还要再做一点调整。好，这一球东山救起来，后排。好，这一球使用吊球的方式啊，把分数给要回来。内湖这边其实也是做一个处理球哦，那防守的球员在判断上面可能慢了1拍。平一的发球，好，内湖再一波，再快攻一个。好，两边在拦网上面啊都有收获。可惜要做这一波快攻啊，东山呢发生了失误。对，因为这个在来回波当中呢，我们在做举球跟快攻的一个搭配，有时候会因为来回会比较急躁的时候，2个人的节奏没有办法去 match 上。那我想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哦，让选手们要去调整之间的一个默契。好，靖宇的发球，再交给陈轩，这个斜线啊打得非常的重啊。是。这个球起跳的位置不是太好哦，稍微打到球的一个屁股，球没有办法往下，没有办法往下去做一个扣压的动作。亚尼发球，哇，也没过。21比12，大会。好，斜线守住，平宇吊球，哇！打在网袋的边缘，发球失误。好，这球垫回来，内湖成功的防守。中间手起跳的时间哦是刚刚好哦，在平宇准备要扣球的时候才瞬间做起跳。这一次的接发球不理想。刚好是中间手跟举球员都是2个人都跑在同一个路线上面哦。我们教练常常会说，我们在场上看球的时候，千万不能背向球啊，对，一定要转过来正面的去面向球。好，廷伟做快攻，背举就要转直线，可惜。这次的进攻出了界外，现在形成了23比15。
东山的机会，哎呀，可惜，感觉已经找到点了，是，但是最后放的位置稍微偏了。反起罚球，这次平宇来到2号的斜线进攻了，还是顺利的得手。一支拦网对于平宇来说，他在整个手腕的掌控度上面，就比较能够容易找到能够得分的点。那现在东山来到局点哦。哎，有一点点幸运的成分啊，因为弹网之后改变了位置啊，打到网带哦。好，静宇的得分17比24，还是东山的局点。好，修正一下。拦回来，还有。这个飞扑差了一点点啊！我看到陈化已经尽力了。陈璇自己接自己攻，是。结果接喷之后呢，东山在第一局最终还是以25比18收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的内湖高中。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青年排球邀请赛的现场。这一场东山跟内湖之战了，双方在第一局一开始其实分数非常的纠结啊。不过在陈平宇大爆发的情况之下呢，最终是由东山拉开比数呢，在第一局25比18收下。
来看一下平宇在第一局的 highlight 不管是强势的进攻或者用吊球的方式呢，平宇都能够帮助球队拿下分数。平宇在这个位置上，尤其可以看到他有非常优异的一个控球的能力以及他在整个手腕上的一个变化。那这一些虽然说他的身高并不是说特别的高，但这个技能对他来讲也是能够帮助他在场上能够灵活去运用的一个方式。确实。好，来看第2局，由内湖来发球，4-3。平宇的第1分压在对方的手上touch out。非常聪明的一个处理球的方式快攻让东山守住，这边还是交给了这个小高一廷一的 touch out。东山守住之后，再交给 T1， 哇，同样还是利用 touch out 的方式东山在第2局一开赛连拿3分，而且这3颗呢，不管是扣球或者是处理球，全部都是找到拦网的外侧手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的策略很明显，想要用外侧手拦网的手去制造他们得分。哇，接发球形成了霸包，陈曦轻松的扣杀得分，4-0了。平宇的发球过长，反起的发球1-4。好，斜线守住。好，内湖打了 touch out， 2-4。进攻的是玉珍。可惜是虽然球防守起来，不过因为比较贴网一点，再加上现在4-3其实是在后排所以当球接得太冲网的时候，对他来讲在处理上比较困难。这个球可能让前排的2位攻击手优先来做处理会比较适合。靖宇的斜线打得精彩躲过了个人的拦网。转成直线接喷掉了。球质也相当重所以就算防守到的话，你的动作如果没有做得特别扎实或完整，这个球都会很容易的喷掉。好，守住，东山再交给甄选，好球啊！这个手腕的加速度对。所以东山可怕的是，平宇如果在后排，前排就有甄选，是2个一个一前一后。
攻来一颗。来看一下雅尼的一个快攻得分。玉珍的发球，好，内湖的机会，吊球，好球哇！防守好球，可惜下一个 cover 的人哦，稍微慢了一拍，已经算是一个成功的防守了。来看一下静怡。哦，刚刚廷一啊也是非常拼命的要化解啊，好可惜。好，这个快攻啊打得干净利落。来看一下大辉的得分。8比5，陈璇。马包，哇，直接被平宇压回去了。好，所以在第2局的前半段呢，我们看到平宇来到前排，还是展现他的破坏能力啊。压回去之后呢，再把比数稍微拉开9比5，也让内湖高中啊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持续由东山的发球。好，弹网进了。好，靖宇的斜线，再交给陈平宇。哎，这一次 no in 啊，是判了一个4级球哦。好球！微快攻出手相当快哦，在拦网还没有起跳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球给打掉了。真的来不及跳，是因为在移动的时候，他就已经有看到拦网的定在那边，所以就有预先的他决定好他要出手的位置。哇，这个发球一出手就知道不对了。对，抛球的位置也不是太理想。雅尼的发球7比10。球速够快哦，要打在2个人的中间。可以听到他整个包覆球的声音是非常的扎实。对。廷伟的发球11比7。好，反起，这球被拦回来，再一次，哇！2个拦网者其实都已经准备的非常充足，准备好在4号位置那边等待反起了。再加上其实这2颗球其实稍稍的有点不够长哦，所以对于拦网的人来讲，就可以非常好的去抓到要拦网的点。是，哇，陈希拦的非常的精彩哦。再一次用吊的。还是被压回来，又是陈曦
这颗球也是稍微有点太快了哦，感觉樊奇在整个助跑上也是来不及啊，只能被迫用一个处理球的方式。好，陈曦连续2次精彩的防守哦，180公分的身高哦。可惜稍微转换一下哦，4号位置突破不了，要转换到由2号位置去进攻，这样的想法是对的哦。而且整个在拦网上面的空间已经调度出来了，樊奇其实可以不用想那么多，我觉得他就顺手去打就好了。那内湖又出现了一波小乱流啊，让分数啊稍微被拉开。好，一如讲的，打就对了，不用想太多。哦，虽然接发球不到位，但是修正之后呢，樊奇还是把这一分给要回来。43的发球，好，平宇打长了，出界。应该是想要走一个边线的处理球哦。这球没有打好，反而形成意外的效果。对，虽然说没有搭配的非常好，不过因为在高点去做出手这种失速球，其实对防守来讲还是需要非常快的反应嘛。15-9，平宇的后排发球。哇，喷掉！好，来看一下威汉上来这一波的进攻得分。这一颗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搭配哦，球给的速度也够快。所以拿下第16分之后呢，目前东山呢6分领先的内湖高中。休息一下，再回到比赛现场。欢迎再回到内湖跟东山之战啊！双方在第2局也持续由东山领先。好，陈曦的发球，哇，这个给的不理想，蛮可惜的。其实，在这一波在内中这边，首要我们看到比较明显，就是在接发球端出现了一些问题哦。那再来接发球出现问题之后，第2波的修正球，甚至到第3波主攻手的处理上，都没有办法去能够化解掉，所以才会造成目前被大幅度拉开的一个状况。是，也只能打修正球。对。哦，不过靖宇的这一波强攻呢，化解掉了。对。尤其是在接发球状况比较不理想的时候，主攻手就必须要有那个认知，他一定要去处理可能不是那么 perfect 的这种，不是那么完美的球。
我的攻击手就是什么球来都要能够打。对，就是要能够主攻手的一个责任就是要去处理不好的球。没错。好，这一波守住球，拦回来了。哇，希望能够给内中啊多一点点士气啊。是。你前几波是打得比较闷一点哦。好，上玉的发球，12比17。再来一波。好，来看内湖这一次的机会，东山守住。好，多次的来回波。好，给靖宇，哇！好球，这个拦网是完全卡在直线上面了哦。哇，停一。可以看到他整个拦网结束之后，他的手的一个动作，还会往这个场内有一个包覆的一个动作哦。所以其实这个修正球已经很到位了。那不得不说，是真的这个拦网是一个很棒的拦网。哎，可惜发球挂网。好，靖宇打开球，持续由威罕的发球，14比18。哇，贴网过，再交给靖宇吊球。哇，敢打！哇，好球哦！虽然失误哦，不过勇于出手这样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是哇，所以我们看到内湖高中是一口气连续的追分啊，也逼得东山这边要喊暂停呢，因为双方剩下3分的差距，目前15比18。好，暂停回来，内中发球，好球！感觉大会是有刻意的想要去打在5、6号位这个比较长线的一个空档哦，手势拉得非常的高啊。哎，同样快攻。后排，可惜曾轩这球打太长了。弹起直线，touch out。
樊奇这一阵子也慢慢找回了他攻击的一个手感哦。其实如果给樊奇的球只要有够长的话，樊奇他就能够去发挥他在整个直线他只要的一个攻击的方式哦，因为他在直线他只要的手法是非常不错的。好，拦住平玉的进攻，再一颗吊球，好球打掉结合哦，用这个节奏不一样的节奏去破坏掉防守啊。哦，这就是平宇他成熟或者是他进步的地方啊。是，而且可以看到他其实是很有耐心的，而且很稳定的去做一个节奏上的一个转换。打回发球，20-17。哇，交给平宇转成直线 touch out。他最后的挥臂的加速度哦是非常快的，所以拦网的人，你只要动作稍微没有做好，或是手型不够用力的话，对于平宇来讲就是一个很好得分的工具哦。那我们看到刚刚追到2分差的内湖高中又稍微被东山连打2分，所以现在形成21-17。哦，内湖啊再度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还是大会的发球，21-17。樊奇，好球！樊奇当然这2年也是经历了很多国际赛的磨练呐，是 U17、U19 他都是国手哦。关键时刻的快攻啊，还是打得相当犀利哦。晨曦拿下的分数22-18。评委，中间穿越，还有吗？哇，可惜！哇，刚刚我们看到廷义，哦，真的很拼啊。对，小高一啊。差太多了，这个界外。哇，追分的时间点啊，这一个发球太可惜了。是。樊奇进攻守住，快攻再一颗，成功的一个防守反攻哦。好，所以我们看到东山呢，在一度被追进只剩2分优势的情况之下呢，哇，这几波的进攻啊打得非常的果断呢，24-19，还是率先来到局点。平宇的发球有破坏了，还是快攻，还是交给晨曦。所以在第一个局点，我们看到东山呢就顺利的把握住啊，在第2局持续25-19收下。目前东山2-0领先的内湖高中。
伤痛，激昂的战斗因此却驳回了这怒热。战场的怒火随死而上升沉默，释放血肉的枷锁。You ready for the show？ 欢迎再回到德丰造姐青年排球邀请赛现场，在今天上午的第一场比赛，高女组内湖跟东山之战，东山在这2局表现得非常精彩，虽然内湖在第2局一度将分数追进不过东山高中几波的快攻打得非常强势最终还是以25-19收下第2局，目前局数已经是2-0，绝对领先的内中。尤其是在这2局看下来，除了接发球，第一波接发球的进攻，其实2队如果在接发球稳定的状况之下，都有不错的一个进攻。但是东山这边有比较大的优势，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反击进攻这个部分的成功率做得非常好，而且非常高。这一球没办法，哇哦！刚刚发球有破坏但是反而让东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应。对，球是掉得很快对。好，停一，哇！转成直线的进攻得分这位小高一其实他在国中联赛的进攻火力就非常强大，也是连续2年都获得国中联赛的最佳边线攻击球员。又是一个过网击坠。好，陈化守住之后，来看一下好球，陈璇。平宇的发球，直接得分。哇，发向近身我们再看一遍。目标就是要找向主攻手给他非常大的一个压迫跟压力。这次的进攻打太长，出界。哇，陈化守住，处理球，内中的机会。
吊球，哇，这个球中间手没有拦网哦，这个小球就一定是他要来做防守，稍微有点犹豫了。啊，晨曦慢了半步。对，这个球就是在责任的归属上就是他的，没有错哦。上玉的发球，哎，这一球没有包住啊。对，看得出来是想要打他只要，不过没有下扣的动作啊，就做一个平推的手势。好，内湖连拿2分回来。好，内中有没有机会？拦住之后没办法化解了。快攻手跟得很紧哦。郑轩也有一只手上来做一个辅助拦网啊。5比3。好，这一波靖宇的斜线得分，双方回到1分的差距。哇，转成直线，好球！哇，靖宇在这几波的进攻啊，表现得非常出色，5比5。这边也还以颜色了哦，马上定回去啊！来看一下郑轩，加快他的一个进攻的脚步跟节奏哦，这个是跟举球员默契的配合啊。哇，平一的8球啊，真的够重啊！哎，这一球出界，是应该是没有碰到手哦。宪神这边也是举的是出界的一个手势。8比5。哇，这一边是 touch out 哦，是加快了一个进攻的节奏哦。哇，第3局，东山这一边啊，郑轩先跳出来哦。球比较开网。哦，还有。还是交给许郑轩，有了。郑轩这一阵子不管是斜线的强击、直线的他只要，甚至是这一种走长线的处理球，都可以在他身上看到非常多不同多元的手法啊。是，哇，那刚刚对于内湖来讲比较可惜啊，从原本的5比5，一口气被东山连拿5分，又处于落后的状态了。内中这边是换了一个举球员哦，稍微把凯蒂换上来，稍微改变一下队里面的一个节奏，因为也许是因为东山这边已经太习惯
太习惯13举球的一个节奏。是。啊，可惜发球失误。快攻拿回来，再交给甄轩。平宇后排，好球这个手腕的运用突然收力，是打得大家措手不及哦。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位球员哦。来看一下，最后收力之后打在了这个水池当中的空档，是刚好是一个心脏地带。好，番茄进攻被守住，垫高后排，防守好球。好，多次的来回波拦回来，还有哇，可惜了，这一球比较好处理，反而没打好。是哇，来看这一波的来回，哇，对于内中来讲太可惜了。来看一下番茄，哇，第3个人，2个人没有出对声音哦，没有喊声音。平宇，番茄，好球，这个背飞，精彩。哇，所以我们看到从原本的5比5啊，一口气拉到了13比6啊，逼得内湖高中得喊出了暂停。暂停回来，13比6，领先的是东山高中啊，近期打出一波8比1啊。甄轩发球，做一个掩护的进攻被拦住，平宇吊球，还有处理球。平宇的进攻把握度还是很高啊，14比6，发球长了。对，球抛的比较快哦，自己的动作也来不及，再做调整呢。哇！平宇就是有本事哦，是都有观察到了哦。哦，只是处理球还是能够打向空档哦。没错。好，内中这边在整个联防的部分啊，也没有沟通得很清楚哦。好，那现在把12号的洪于田给换上来。好球，改变了一下攻击的手法哦。
好，来看一下樊奇，最后决定轻轻一拨。好，守住之后，哇，可惜。哇，这个内中这边的中间手啊，其实应该是要上去做拦网的动作哦。很可惜没有办法守住陈品宇的进攻，所以目前在第3局16比8，领先的还是东山高中。欢迎您再回到比赛现场。那这一场内湖跟东山之战呢，东山已经是连拿2局啊，到第3局持续领先当中，目前16比8。好，技术暂停回来，评委的发球。交叉进攻，东山守住之后，还是交给陈品宇的直线，直接定在地板上。是他这个面斜打直哦，用身体来做一个隐蔽。那最后等球溜到左肩的时候，再加快他的一个出手跟挥臂啊。樊奇再赶回来拦网也来不及了。是，而且因为在赶回来的时候呢，他的拦网是被品宇的身体给骗了，因为品宇整个身体是面向斜线，那反而是有起到了一个隐蔽的一个方式哦。指佳的发球，哇，个人拦网陈品宇。今天的攻守两端，我们再看一遍。卡位卡得非常准确哦。哇，东山这样分数给拉开来了，双方有着双位数的分差。指佳的发球，贴网。在直线，品宇现在是整个手感发烫了、哦，对，完全挡不住 ，on fire。直线的空间，如果留的比较大的话，对于品宇来讲，他要选择的出手的方向就更多元了、哦。好，修正，再一颗，还有，哇，直接拨，陈曦反应非常快哦。这个球直接第一时间就选择在网上面做处理哦。好，多次的来回，最后陈曦，哇，真的反应够快。修正球也没办法进攻。东山的机会，
还是交给陈品宇，现在是1球1分的状态啊！哇，对于内湖来讲，当然是非常的辛苦啊，已经做了很多的人员的调整，然后阵容上的一个变化，还是挡不住东山在今天的状态啊。水线进攻守住，拦回来，陈曦直接打，还有直接被拦回了哦，没有角度可以出手啊。哦，是自己打了失误。哇，这一球没有打到甜蜜点呢、对，听声音就很明显了哦。可能是整个空间上面呢、都没有抓到一个好的点，再把举球员又换了回来。连接发球都发生失误。是。哇，当然对于内湖高中来讲，他第3局啊，确实非常的低迷。那现在已经来到了赛末点了，比较像是一个连锁反应哦。没错。哦，对于学生球队来讲，常常会这样哦。对。好，来看内湖这一波，哇，可惜已经掉到没有人拦网。所以在第3局，我们看到东山高中啊，以大比分的优势，以25-8收下。最终这场高女组的对决，由东山以3-0击败了内湖高中，也恭喜东山拿下了在这一届登峰造极的第2胜啊！恭喜东山获胜之后呢，也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进入到赛后的访问时间。残留影子却包围了这女人，长长的怒火随死而上升沉默，是否卸掉了枷锁 ？You ready for the show？ 铜墙铁壁不攻自破，要解放自我。这是我的传说，感觉不是所有。挑起了这无止境的战火，狂热的细胞因此燃烧到无感情时，奋力去触碰，随尽幻闪光坠落，是否卸掉了枷锁？我不必再多说。铜墙铁壁不攻自破，
好，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现场。在赛后呢，要访问到的就是举球员廷伟。那当然，今天东山是打得非常的流畅啊，以3-0直接击败了对手。但是谈一谈，那在廷伟在场上等于是运筹帷幄，要整个控制球队的进攻的节奏。那其实队上不管是中间手的这些新鲜的小高一的学妹啊，或者是有这个平宇或郑轩这样非常强有力的攻击手，你在场上你如何来调度大家的状态，能够让整个进攻非常流畅？我觉得就是先看对方的拦网，是，就是先以那个拦网为主吧。对，然后看哪一个攻击手的状况比较好，是，然后去调。对，那你觉得今天平宇跟郑轩谁的状况好？哇，今天其实2个都打得非常出色。陈平宇吧，陈平宇，几乎是1球1分，几乎1球1分嘛。对，好，那当然谈谈这2年，其实你也经历了很多国际赛的一个历练，包括这个才刚结束的 U19，谈一谈这个国际赛对你的帮助。有没有一些经验的收获，或者是看到的其他国家他们的一些打法，给你什么样一个启发？就是比较会去看拦网的，因为是国外的球员都比较高，没错，就是不能让他们有2只拦网，不然攻击手会很难打。所以你透过这些磨练，你其实蛮会观察对方的站位啊，或者拦网的这些他们的一个准备的动作，对不对？对。那谈一谈新学年好了，我相信对东山来讲，目标应该就是持续完成连霸，你自己的想法呢？冠军。就是冠军。所以我讲登峰造极应该让你们在这个季前等于是整个新学年在之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的机会，对不对？好，那当然希望你们新学年持续的加油，也希望能够完成你们连霸的目标。好，那谢谢这个廷伟来接受我访问，也恭喜东山拿下本场比赛胜利。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欢迎再回到登峰造极的现场。那这场比赛非常恭喜东山高中啊，最终是以3-0击败了内湖高中，也收下他们在登峰造极的第2胜。那这场比赛转播工作呢也到此告多了，感谢你的加入，我是允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陈一如、祝胜兴，我们期待下一场登峰造极精彩的比赛。
这无止境的战火。狂热的细胞因此燃烧到无感情时。